月亮终于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好好做月饼，好好过中秋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，一同染制。不管是在益州还是在南诏，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月亮。既然祭不成信，愿以明月寄相思吧。以明月寄相思。以明月寄相思。那我们过节吧，会做月饼的快来跟我和平儿一起做月饼。喜欢花灯的找我来领。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，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它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。你好狡猾。因为我想活着。月饼，我买一个。我们自己做的月饼不卖，送家人，送朋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我的？谢谢。看起来好吃。我师父也说过，中秋赏月，想念家人。那你师父还说过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他就是没说过，益州的女人如此狡诈。哎，我问你，益州好吗？对我来说，那是最好的地方。我在那里长大，那里有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么好奇，怎么不亲自去看看？别说我好奇了，我不好奇。你穿南诏的衣服，却研究益州的丝，就是因为你喜欢，你好奇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你是不是有益州的邪术啊？只有心无杂念的人，才能染出这么好看的颜色。唉，我是益州人养大的，但是我终归是南诏人。我想去益州也去不了呀。
你的衣服之所以和别人不同，是因为你结合了南诏和益州的染织技术。益州和南诏不一定要相互猜忌打仗，其实是可以像你衣服一样交流融合，是可以做朋友的。这个是我做的香包，防蚊虫的，是送朋友的。杨绛来送你的礼物。你见过他？他在哪儿啊？他伤得怎么样啊？他还活着。他让我给你带话，说平安，勿念。这是我们刚做的月饼，益州人人人有份。不必了，我全家都被牛姐杀了，萧炎可能这辈子都团聚不了了。阿兄、阿娘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等着我，等着我们。我和杨静兰一定会回去。莹莹，别嫌我做的丑啊！送你的那个已经是最好看的了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杨警官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想不到你偷偷骗我，竟会有药！是啊，本王知道，对杨警官严刑拷打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啊，本王只能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来撬开你的嘴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我说了，你就会信。
亲自把我送出这里。杨金兰，你别忘了，现如今你在南诏，无论你怎么布置，你都飞不出本王的手心。他的眉宇间应该是含笑的，他的手腕应该是纤细且柔软。放下，一点儿也不是！放下！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你，在撕咬你？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疼痛，喝下那瓶带着药的水，然后放下你所有的尊严，对着本王摇尾乞怜。你当我是赵秀元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，只有药水陪着你。无论你的骨头多么的硬朗，他们都会自己折断。杨警官，你好生休息。本王过几日再来看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回到益州。等我。婷儿，哎，非得是你吗？你一向不善言辞，不与人争抢，难道这次非得由你出面去劝阻牛瑾吗？阿娘，江人被掳，锦业本就元气大伤，牛瑾非但不体恤民情，反而横征暴敛，逼迫我们交纳更多的赎金岁贡。再这样下去，锦业必衰。得有个人站出来，告诉他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只是茵茵在南诏，安危难料。若明日你再出什么事儿，我会暗中保护她的。不，姨娘，你不能去。若是你被抓了，我就真的没有力气再做任何事了。你们放心，牛瑾虽然残暴，但是他也知道把我们逼死了，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婷儿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放心吧，阿娘。我等你回来。那我们敬明月，敬中秋，愿家家团圆，平安。诸位先生，季家的锦已经送进去了。辛苦季兄了。哪怕阁下再辛苦，这些锦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岁贡数目。我一会儿能否同诸葛先生一起去拜见牛将军？我们须得有人站出来言明，益州锦业不宜杀鸡取卵。实不相瞒，我和诸葛先生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们还没进去，
于叔于前辈便拦住了我们。于前辈自己进去了。是啊，他说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些事就轮不到我们这些晚辈。在国郎君，别帅让你们进去。见过节帅。方才于掌柜一直在同我说啊，各位现在都不容易，职工少了，丝线贵了。总之呢，意思就是我岁贡要多了。节帅，他们都还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自然就看不到如此下去对景业就如同杀鸡取暖。我等并非是不想孝敬节帅，实乃我等是想长久的孝敬节帅，才希望节帅能高抬贵手，细水长流。我又没问你，我在问他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下官翻过记载，历史上益州锦业断过5次，2次是因为战争，而另外3次，你们俩呢？节帅恕罪，倾我杨家之全力肃兴业美，也未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若是锦业兴盛之时，或能凑齐，只是如今锦业本就凋敝，实难从命。其实呢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赚钱的法子有很多，那我为什么会独独钟情于蜀锦呢？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得厉害，父母早亡，我与阿兄相依为命，同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工。阿兄不小心把那家夫人的锦衣弄坏了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若日后富贵了，我定要依锦而行，视锦绣为玩物。哈哈，好了，随便唠叨2句啊。行了，既然都觉得我要多了，那本节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年的岁贡就这些吧。多谢节帅。哎，于掌柜，于掌柜，刚才我的话没说完。我之所以要依锦而行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锦上忤逆我。下次不能比今日再少了，也别那么多废话。我于家谢了。于前辈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日，便会照样于家一生。别怕，来日方长。于掌柜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
这是今日清平关呈上来的折子，皇帝请看一看。节度使穆辉不是我杀的，是牛景栽赃陷害。还请王兄明鉴。无论栽赃是真是假，穆辉旧部打着报仇的旗号骚扰我南诏的边境是真，百姓众说纷纭，惶惶不可终日是真。请王兄给臣弟一些时间，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。启禀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再等了。现在唐军并未与我正面交锋，只是叫嚣着要潜入我南诏的都城，就像当日白王在益州一样对待我都城的百姓啊！如果再等下去，百姓定会纷纷逃亡，到时我南诏可就乱了。这唐兵以复仇的名义作乱，恐怕现如今最不安全的便是王帝你。不如这样，你迁入孤的行宫，那里毗邻山海，人迹罕至，又易守难攻。且孤会派兵前往，昼夜巡逻，保护你的安危。臣弟还有一人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穆辉旧部，穆辉旧部，哪来什么穆辉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景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南王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景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景。如今忍了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由长安决策，
丧事死亡是国有业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姐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批评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，牛姐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杨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第四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警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了多少遍了啊，一定要等水沸的时候再放丝。你怎么又提前放了？你看看这颜色对吗？你脖子上顶的那个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你们益州的蚕丝，就得按照我们南诏的染法染。你是听不懂啊，还是听不清啊，还是傻呀？谁傻呀？谁听不懂啊？蜀锦就要用蜀地的方法染才对啊！你做的是南诏的锦，用的是南诏的蚕，你就得按照南诏的规矩来。哦，南诏有好蚕有好锦吗？用南诏的方法。我做的都是好蚕，我喂的都是宝宝的。哎呦，二位莫要争吵，我刚设计了新图案，既需要蜀地的颜色，也需要南诏的新色，莫不如二位都试试，咱们拿结果说话，如何呀？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看到匠人和木头的区别。真木头。哎，不是英英，你看这个糟糕的南诏人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有礼貌有风度了。你看，艺术交流嘛，免不了切磋碰撞。行，跟他好好切磋切磋。莹莹，我们合作之间可好呀？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计前嫌，一切只为织锦回家。那我去设计新图案了。有劳。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见。季娘子，
将情丝都写成告白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缘自抽丝剥茧出阴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重。这个河虽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静兰所种下的种子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迁。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莺飞草长崎岖出岛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。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。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二位，过了这望京驿，便是大唐的地界了。后面的路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二位的造化。告辞。不是你，这是一看啊，袭击他们边关的人被你劝走了，他们便撒手不管。这南诏人怎么这么奸诈呀？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史策，前面的路就靠我们自己走了，你怕吗？哎呀，怕也得走啊，也都答应平儿了，要安安全全、风风光光的接他们回来。杨老三，你比爷聪明，这条路怎么走听你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给我留条命就行。放心吧。杨敬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么没礼貌呀！见到我不知道叫阿兄。行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个逃犯身份，这前面关卡重重的，打算怎么去长安呀？所以，阿兄有办法。现在知道叫我阿兄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自从知道你去了南诏，阿爷便组织了一支商队，我们一直等在前面两邦交界处的驿站里。你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启程去长安。对了，给你做的新闻碟，拿着。与逃犯同路，阿兄就不怕被牵涉其中吗？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愧是我们杨家人，我佩服你。但是我也姓杨，忠孝仁义我也学过。这一周，不光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谁不想回家呢？好啊，那咱们兄弟
速去长安，一起回家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驾车。持针稳准，皆是万力之功。拿得稳绣花针，就要举得起千钧石。想挣前程的，就别偷懒。利在弊处，不在万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伤，不像方才勒的。是啊，这是我前几日不慎烫伤的。罢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学艺不急于一时，别留下疤痕，耽误了美人分赏。是。带他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美人因损坏先皇后遗物而畏罪自尽，记住，事要做全，切勿露出破绽。进去吧。王爷，别出声。放肆！王爷，王爷。这扇绣屏是德嘉皇后最后的心血之作，风物生瑕，乃是对先皇后大不敬呢。老奴定会将罪人严惩不贷。尚嬷嬷打算如何严惩啊？此女对王爷心怀恨意，所以才会破坏先皇后的遗物，不杀不足以表明正理。是吗？可本王却瞧见是只不长眼的野猫往绣屏上扑，美人为了阻拦野猫，才误伤了绣屏。幸好本王在场，美人不必背负污名。王爷明鉴，梅林不敢不敬。野猫，没错，是野猫。他们两个也在场，也可以作证。哦，若不是野猫的话，那便是本王眼花了。难道是你们故意毁坏绣屏？是野猫，是野猫，我也明察。这两个奴才奉命看护绣屏，却懈怠偷懒，杖责30。谢王爷。
念及美人是无心之失，着其进左景王府，本王要亲自看护，修补秀平。补好之后，便可功过相抵。王爷，秀平损毁，自是应当全力修补。只是这秀平尊贵，不宜再轻易搬动。不如将犯事者就地禁足，修补秀平。鸿胪寺进学，乐琴负责监管事宜。美人之失亦是乐琴之过，皇上太子若有问责，乐琴愿一力承担。公子既愿担责，那本王便将美人与秀平一并交由你看护。若再有意外之事，本王只管找你。王爷无需多虑，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既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谢王爷。多谢王爷相救，屏风我一定会尽力补好。修补秀平只是个借口，你不必在意。你踏实的待在这儿，若有需要，本王会来接你出去。怎么会不在意呢？公子啊，这是我在内务府借的，德嘉皇后所著《错针绣谱》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多谢公子。来啦！哎，这是白醋。水中兑了白醋，将绣屏浸泡一下，背面的针脚便不那么扎手了。我还给你带了一些吃食，怕你饿着。公子费心了。赶紧帮忙吧。哦。
王爷睡不着，什么事？梅林姑娘求见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她没有细说，只是说王爷务必去一趟鸿胪寺。何事？王爷，德家皇后秀子屏风一定有她的苦衷。本王说过，不要多事。秀嫔有暗纹，线条的位置有条暗线，不仔细便看不出来。暗线指向的位置就是暗纹，排列很整齐，像是谜语。是魏北军奇语。无吾儿简和，秉性良善，绝非屠城之辈。奈何众口铄金，修此图，只为暂平众怒，求得生机。我愿吾儿活下去，勿失信念，终能拨云见日。纵使阴阳相隔，儿身泰，母魂安。原来皇后娘娘修此图，是为了给王爷求情。母后，是儿真错了。若不是为了救我，娘娘的秀嫔便不会。其实也并非全然是为了救你。他们本就打算用母后的屏风设下圈套，若不是本王先行动手，只怕整面秀嫔都保不住了。本王能活系母后临终的遗言，已然足够了。些许的破损不重要。重要。都说逝者的遗物是沟通阴阳之所。若是秀嫔补不好，王爷想说的话，皇后娘娘便听不到了。鬼魂不过是活人的妄念，不可信。原本我也不信，阿爹阿娘走后，我就信了。我有很多的话想跟他们说，等果饼不甜了，还是阿娘做的最好吃。阿爹做的实在旧了，我想要他给我补一个新的。我相信阿爹阿娘一直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每次都能死里逃生。王爷没有话想对皇后娘娘说。
倒是也有7、8分相似。这线的颜色好像不对啊。我找了好久，都没有找到这个颜色的线。线，王爷的衣服上有一模一样的线。你是不是漏针了？这儿。错针绣最容易漏针。王爷会刺绣。儿时顽皮，每每发战，都在看母后刺绣。看得多了，自然就会了些。公子，夜里凉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补好了，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王爷想说的话，皇后娘娘一定可以听得到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你的儿子如今过得很好。王爷，绣屏补好了，我可以离开这儿了。还不行，凶手既已认定你是文化阁的人证，便一定会千方百计的再次对你动手。绣屏什么时候修补好，本就由本王说了算。你只有在这里，才最安全。我不怕。就算你想死，也要死得有价值。你的任务
是在这里陪本王转移好视线，本王才好趁机去寻人。等抓到张毅，你才能出去。我会扮演好吸烟美人。必要时刻，可以不用做美人。本王的意思是，到了危急的时候，你可以暴露武功自救。你青州人的身份，父皇是知晓的。青州遗孤为了报仇，学点武功，不奇怪。王爷，我查到了，有个叫美娘的女人经常在黑市购买美白碗，此人脖颈上就有芍药花的痕迹。我已经让黑市的人约她3日之后相见。梅林此番虽然拖住了太子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东宫绝不会坐以待毙，盯紧朝中太子党的动作。是。甘宁的折子说，和亲美人中混入了探子。太子你怎么看？西燕派系复杂，儿臣猜测是主战派明居在挑事，意图离间父皇和西燕王的关系。只要西燕王庭坚定主和，咱们可助西燕王铲除不听话的部落。所以彻查幕后主使，也是为了西燕王查的。况且月琴公子还在昭京，此事只能密查。那你认为谁是合适人选？殷将军领兵征战西安多年，熟悉西燕。儿臣认为殷将军是合适人选。殿下，殷将军还在西郊护所。是的。走，去西郊护所。属下愚钝，殿下为何不让咱们的人去查？万一殷将军对景王徇私……哎，你不了解他，事关我大言的安危，他不可能会徇私。只是他还在执着儿时的一点情谊不肯放手，就由本宫来推他一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敌人小心！护驾，快护驾！请殿下降罪。马夫是职该罚，这是西燕进贡来的烈马，性子都没养熟，就敢让殿下骑。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骑，差点让将军见笑了。臣不敢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我之间没有君臣。
这是军中的金疮药。这刀是你从老三那儿赢来的吗？嗯。这把短刀是以前他从我这儿抢走的，没想到现在落在你手上。如今这把刀的主人可是本将，殿下可别想拿走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这就是天意。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落梅。其实今日我来找你，是有公务相商。有人上了折子，说在昭京发现西燕探子的行踪。父皇担心西燕背后会有动作，虽想请你暗中调查。西燕探子一案，必定是跟着和亲使团混进来的。我猜此案与西燕主战派的明居有关。我们是为了西燕王而查。我果然没有推举错人。你征战西安多年，了解两国军中的形势，交给你，父皇便能放心了。臣遵旨。其实最让本宫担心的，还是景和。你的意思，此案与景王也有关？和亲刺杀一事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那刺客我审过，根本就不是普通美人。我担心，有人在幕后生事，想利用老三，挑起两国之间的纷争。景王确实行事荒唐，但关乎国家大事，他心里有轻重。大哥。这好像是一对鸳鸯刀吧？另外一把呢？哪有什么鸳鸯刀？千年的寒铁只能造这一把刀。你要是喜欢，大哥就送你。大哥不爱玩刀。这短刀，落梅那个疯丫头肯定更喜欢。哦，那你可别被他抢走了。他先赢了我再说吧。落梅，我们注定是一对。殷将军怎么会来鸿胪寺？